怎么又16啊？少爷，你这4驾马车都出来了，我的都还在驿站里呢。摇骰子呢，也是要看机缘的。本少爷我气运绵长，那为什么我摇出来的都是1啊？因为你准呢。只是我看那个王璐最近和那个海云帆是那般的友善，对你却是吆来喝去的。你要一辈子给人家当树洞吗？放心，虽然你蠢，但是桃源村的这个设计看的不是智商，而是情商。如何衡量这个情商？最有效的办法，不是看你取悦多少人，而是看你怎么面对那些讨厌自己的人。我估计这个桃源村的设计者，在灵剑派肯定不怎么受欢迎。村长，村长，这里有许多公文需要您的签字才能执行啊！再不工作，整个村子运转不起来了。村长，村长，村长，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吵什么？村长处理家务没空理你们，都给我滚！气死我！我知道你家的房子是谁烧的，这么快就查出来了。您是在找我吗？这封信你扔的？纵火犯到底是谁呢？那个纵火犯想要嫁给他的表哥。公子，何出此言呢？人家听不懂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可能就帮不上忙了，告辞。哎，公子，公子留步啊！怎么样？去村长家待了那么久，有什么收获？还好，按照王兄的话来说，是已经取得了关键突破。不过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，很有可能干扰到文保的任务线，甚至更多人。我想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说来听听。是这样的，今天我在刘二娘家进行了一番促膝长谈，总算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弄清楚了。说到底，就是这个刘二娘喜欢上了村长表哥，所以故意烧了自己的房子，找借口住在村长家，从而导致了村长夫人和刘二娘争风吃醋，而村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故事罢了。小海啊，年纪轻轻就开始帮更年期的大妈大爷解决情感纠纷，这后宫之主一定是你了。王兄说笑了，不过这事情并不复杂，解决起来也非常容易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发动所有村民一起把房子给建了。刘二娘有了房子，自然没有借口住在村长家，搬回去，事情也就解决了。如果说这个任务是100分的话，你这最多也就40分。治标不治本。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一个攻略村长更好的办法，想不想知道？王兄，请说。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也不知道壶里装的是什么宝贝。再见。哎，少侠，哎，
哎呀，你，我的王禄，哎呀，谢谢。这位少侠的癖好真是别致啊！你别说，还挺及时。不过，王兄，你让朱晴帮村长倒夜壶，这未免也太污浊了些。我怎么知道村长腕这么大？再说了，对这种作弊的，不知他罪算他好的了。真希望此生都不会与你为敌。小海，你放心啦，你这么温柔，就算是我的对手，我也会温柔对你的。其实王兄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村长答应送我出村了。恭喜啊！你应该是第一个离开桃源村的人，奖励一定很丰富。要是别人这样说，我还能高兴一下。你这样就是在取笑我了。我知道以王兄的才智，要是想走，第一天就能成功。这么久不行动，是想完美通关吧？唉，你想多了。我这个人有强迫症。那我祝你马到成功。不过在临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个忠告，希望王兄不要介意。你说。你的那个书童，虽其名为忠，却天生有反骨，而且他的心思近日愈发活络，我怕他不会一直追随于你。但愿是我多虑了。王兄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咱们终点见。好，你在终点等我，将来我们还要做师兄弟。那个少爷的思路大致就是这样了。对了，我上次告诉你的征土后合理裁缝的任务你做了吗？做了。但是那两个人刷起来太慢了。哎，王禄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任务啊？少爷这几天除了等待什么也没做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1个月不行动，我估摸着是江郎才尽了吧？要不然他不会让人海云帆一个人离开村的。倒是你，哎，我听说，听说你最近挺顺利啊？那个学堂那边一切顺利，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少爷一直不让我离开。你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离开？我看呢，他是想断了你的机缘，让你一辈子当他的书童吧。唉，你的那个书童，虽其名为忠，却天生有反骨，而且他的心思近日愈发活络，我怕他不会一直追随于你。说是本少爷霸气侧漏，让外人好像以为我对王忠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，才会让小海胡思乱想。我是不是该给他点温暖？哎，阿忠回来了，累不累？要不要休息？你任务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哦。阿忠，你生气了？是我经常说你蠢，但我也是开玩笑的啊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好不好？好，我改。少爷，我问你件事儿，你是不是为了斩断我的前程，让我一辈子当你的仆人，才不让我离开的？我就知道被我说中了，从小到大你就没有把我当人看过，我只是没想到你居然为了这么一点点虚荣心对我如此残忍。你应该知道能过金桥对我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我也有资质，我也可以和你一样修炼。只是没想到你居然不惜斩断我的前程，
只是为了让我当你的仆人。少爷，这个头是还你对我的收养之恩。这个头是还你对我的教育之恩。这个头是感激你带我来到金桥。从此以后，你我两清。黄忠，你这么急着收拾行李，是外面有人在等你吗？王洛，你不把我当人看，有人把我当人看。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留不住了。亏我还给你准备了一堆攻略。跟了我7年，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外人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小爷要开始表演了。哎，那不是王璐吗？哎，这些天看他在桃源村可没有什么作为啊。没作为，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海云帆就是他指导完成的任务。可村子里现在所有独占任务都已经激发，他就算结束闭关，又能做些什么呀？话虽这么说，可他毕竟是王璐啊。看看去。黄大妈，来，我来帮你，您歇一会儿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黄大妈的任务已经完成，现在不可能认任何人当干儿子，她挑什么水啊？小伙子，来，哎，喝杯水。黄大妈，要不我把您这杯水送去给您儿子？哦，好。哎，江上一龙口，井上黑骷髅，黄狗身上白。老师，这是黄大妈让我带给您的。好，谢谢。黄秀才的任务不是已经被他那个书童做完了吗？今天早上离开村子那个。莫非这秀才身上还有隐藏任务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老师，我看这对联困扰您有半个月，现在我帮您对上了，您过目。韵脚工整，遣词雅致，慷慨激昂，妙绝妙绝！哎呀，可惜了，我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要不然啊，定将你收入门下。哎，不用老师，弟子就不必了，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哦，阿芳，阿芳，我对你可是真心的。阿芳，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的芳。你们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给我滚！哎，好，你息怒，你息怒，明儿个我再来瞧你。阿芳已经将10几个追求者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了。王璐，难道王璐能有办法搞定他？啊，阿芳，滚！我有黄秀才的原味汗巾。但我要用它换你一份独门秘制的粉蒸肉。好。原来阿芳暗恋黄秀才。哦，是这样。
120个人的任务连成线索做完了。难道做完了会有什么不同？加鸡腿啊！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出来吧。你怎么知道还有一个人？这整个村子的任务看似各自独立，但其实可以构造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只需要你细心揣摩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些任务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找出真正的隐藏者，就是你。不错，现在开始最终的考验，满足第121个人的愿望。说吧，什么愿望？很简单啊，逗我开心。这么简单啊？送给你。想太多了。你就说你刚刚开不开心吧。开心，我也不能说你作弊。你走吧，你过关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你让我哄你开心，我却知道你本质上是不开心的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遇到了一个仙女姐姐，她特别美，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我。但她说我的资质不好，只有1/1000的概率才能修炼成功。但她激励了我，让我一直走到现在。她告诉我，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这么激励过她？我还记得，她出了一道判断题来点拨我呢。你看你，你说你不开心，但其实还是很容易笑的。所以啊，开心点。走了，加油！臭小子，前面关卡只会越来越难，当心哦！我还真有点期待在山上见到你，毕竟林剑派已经几百年没见过像你这么有趣的人。冰风谷的考验进行得怎么样？掌门，第一位从桃源村出来的试炼者已经在冰风谷待了10多日了。虽然一路上十分凶险，但是由于他得到了降头草人的奖励，再加上天资聪慧，所以可以说是有惊无险。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苗子呢。其他人呢？还有几位试炼者很幸运地找到了捷径，虽然他们出发较晚，但应该很快就能追上了。前面好像有人。萧，海云帆公子。呀，海兄，没记错的话，海兄是第一个从桃源村走出来的人呢。怎么才走到这儿？海某资质愚钝，自然不及诸公子仙缘深厚。诸公子请。谦虚，谦虚。海云帆公子，不瞒你说，第一次见海公子，我就觉得你气度不凡，气宇轩昂，气数已尽。说错了，我是想说啊，那个不知趣的王物
一直在我们中间搅和，害得我俩一直未能多亲多近呢。这冰风谷江湖一场，我们携手同行，岂不更好？海某方才遇到一些障碍，现下体力不支，不拖累朱公子多亏了。哎，你遇到什么了？海兄是第一个从村子里走出来的人呢，想必任务的奖励是十分的丰厚吧？并没有什么，都是一些吃穿用度的寻常之物。海兄倘若不愿一同前往也罢，留下法宝即可。这是西夷大陆的异种，望月溪，3品9级的精怪，快躲起来！3品9级，那么和筑基期的修士是一个水准吗？筑基期，降头草人，降头草人。降头草人！什么？海兄，这个太凶猛了，交给我，黄忠，一起上！呀！降头草人已经降到了2品1级的实力了，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哪个小兔崽子改了我的冰封谷？3品9级的望月溪还嫌不够厉害吗？非要升到4品2级，一脚踩死一个筑基修士，难道才算罢休吗？这次升仙大会有全改升仙图的，除了掌门，好像就……王五，你给我马上立刻飞奔过来！你干了什么？掌门师兄，你终于回心转意了。来，加班费拿来吧。啊！你之前跟我说会做出一点儿人性化的改动，这个就是你说的一点儿人性化的改动？哼，这回我也帮不了你了。哟。不错嘛，战况还挺激烈的。当初这个叫海云帆的美男子独自闯关的时候，这头犀牛是3品9级的等级。如今他们3个人成了一个团队，那精怪的程度自然会提升一丢丢。俗话说得好，人多力量大嘛。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试炼的人越多，你就要把精怪的力量调得越大吗？不错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所有关卡，我都加入了人多力量大的爱心设计。从此以后，升仙图就可以完全杜绝人海战术的可能性，这样子我们的人性化程度也能再创新高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心服口服啊？掌门师兄，五师妹的屁股我是绝对不会再擦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一群乌合之众，
好，没指望了。三人成团队之后的力量，居然还比不上一个小小的精怪。哼，老死算了。五师姐，他们毕竟只是毫无修为的凡人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修为大增？我看这几个人素质都还不错，如果他们都没指望，那这次升仙大会岂不是白忙活了？放心吧，一定有人可以通关的，而且那个人呢，还是拦也拦不住的猛人呢。你是指？你说呢？哇，通关奖励！你以为我干嘛费尽心思的设计桃源村这个关卡，还不就是为了给这几个小兔崽子一些随机性的奖励啊？你们扪心自问，我们灵剑派这几年一直都招不上人，还不是因为那冰封谷的精怪实力太强了啊？怪我！我再问你一句，那些道具是不是吴向峰的藏品？我穷的都要下山打劫了，怎么可能自掏腰包啊？当然是直接偷门派的宝库啊！那你有把握？有。来了，看。这地图也太随意了吧！什么鬼啊！哎呀啊！哎哎哎！小海，小心！你搞什么名堂？这可是五品灵宝，你怎么能拿来随便给别人用呢？你怪他啊！是掌门师兄不让我接近宝库方圆500里的，我也只好用法术让宝物随机掉落。谁知道掉出一个灵宝来？依我所看，此人绝对是刷出了意想不到的分数与人品。你还不是我？看。你怎么样，光兄？你好快的9成！原来这是个加速卡。仙剑呐！这不是掌门平时用的6品灵宝吗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怎么会落到他的手上啊？没有经过修炼的人，按理说是不可能驾驭这样的灵宝的呀。这我比你们还想知道啊！这个烂摊子你不帮我收好，我这50倍！有没有搞错？一键通关？
起码也是一把橙色武器啊！这么大杀伤力的武器，居然随便给一个外人，这个游戏的设计者，我太喜欢了。一次性装备。我的母亲大人呐，是孤尊，你死得好惨，我要怎么回去跟掌门大人交代？栽赃嫁祸，刘显，不行，太精明。华云呢？华云好，够笨。哎呦，你搞什么？你有毛病啊！你竟然把冰风谷赤级山幽冥道青云峰给全毁了，你让不让别人玩啊？一键通关？不止你通了，大家都通了，一键轰掉4大关卡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棒棒？要不要给你敲锣打鼓抬花轿啊？所以刚才那一键，并不是游戏设计者设计的，而是我自己。太棒了！棒你个头啊！我是哪里来的想法去设计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环节啊？什么？你就是生仙图的设计者？你个臭小子！凭你，怎么可能驱动6品灵宝星辰剑？你干嘛？喂，自重啊！哎，掌门金印在你身上，我就说嘛，看你这个样子还能驱得动灵宝？那么多法宝你不选，你偏偏选这个？这是我自己辛辛苦苦用积分换来的。所以我宣布，试炼异常，道具回收。你说回收就回收啊？掌门金印在手，如同掌门亲临。一场啊，还有藏宝库啊！我今天要你从了我！喂，神经病！去！何方妖孽，竟然敢抢我掌门师兄的金印！师兄，您可知道，方才真是惊险万分。我在路过冰风谷后山的时候，恰巧见到一个黑衣女子拿了你的掌门金印就跑。我万里追踪，没想到让您给截胡了。好身手！真是的，下次不要再乱放东西了，我给你收回去。站住！我的金印是不会丢的。你应该好好的找一找你丢失了的节操吧。根据初步统计，因为你的桃源村设计缺陷，目前的损失为4大洞府严重损坏，6品灵宝星辰剑全毁，剑灵银霜重伤，5品灵宝吕云靴严重受损，气灵吕云儿自封。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故总共的损失为折合成灵石为上品灵石20万枚啊！这已经是门派内部的1折价了，你千万不要再跟我讲价啊！按照你目前的俸禄来算，大约是20年份，所以接下来的20年你都没有什么俸禄了。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那你做鬼的时候就好好的想一想，你这样的德行是被我逼出来的？哼！你不发我俸禄，我就下山打劫给你看。哈哈，做师兄的有今生没来世，为兄一定挺你啊！若是师妹真是有心为我派广开财源的话，为兄不胜欣慰。要是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马上给你开一个私掠许可文书都行的。告辞。你怎么也丢节操了？马上到玄云堂议事。不去。迟到半炷香，再多罚1年的俸禄。师兄请。哼。不是说好了过了升仙之路就是内门弟子吗？
怎么又来家事啊？明天派也太事儿了。王兄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待会儿要选哪位导师。面试内容很简单，请大家依次慢慢走过这个乾坤窥镜，将手掌放在上面片刻。乾坤窥镜将会探究出各位的资质和灵根。下面开始。